Hello，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 EB01到 OP07竞技环境改编的详解，也算是咱们传统节目了。下次这个栏目啊，应该就是8月份的08发售1个月了啊，季更栏目。当然之后也同样会有卡组推荐，毕竟之前也预告了，这次会按照性格给大家推荐一下卡组。简中的4月26日 OP07发售了。如果说06时是空前绝后，07就是震惊你妈一整年。哇 ，OP 的箱子居然也能溢价这么多了！当时闲鱼上最便宜的原箱价格应该是在4500左右，并且我身边还认识很多去开溢价箱的朋友。虽然价格上涨了呢，很有效的说明海贼王卡牌现在的火爆程度，但是过高的单卡价格确实也会很大程度上妨碍新人入坑。不过好在价格稳定之后，也算是大部分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吧。虽然极个别超强力单卡确实还处在高价，比如萨博、莫利亚、小冯、艾斯这些的，但是这些倒是也符合我关于这些卡片价格分析那期所讲述的供需关系，我也只能无奈的表示也合理。后面推荐的卡组中呢，我也尽量多推荐些不需要这些单卡的卡组吧。07的发售对我们的环境带来了哪些变化呢？首先，我认为影响最大的是伴随着07的发售，同一天实行的新一期的禁卡表，赤犬头和大喷火的禁止，使曾经的环境霸主真正的远离了我们，环境得以降速，开始百花齐放，可喜可贺啊！排击的禁止呢，也使得诸如爱尼路这种日本环境的黄色霸主失去了他的统治级地位，梯度下降了一个很大的级别。究其原因呢，是失去了排击，控场和斩杀能力都有了很大的下降，变成了一个沙包卡组。当然也因为禁卡表的出现啊，使得再去回顾06环境变得没有了意义。我呢就直接讲讲我对于07环境的感悟吧。先看一下07补强卡，红色以为要加强革命军，结果是补强电影轴。紫色又是新出全新的体系银狐海贼团，黄色也新出了主题体系弹头岛。这几个体系吧，红色是继续还债，估计也还到09了。龙虽然厉害吧，但是又没那么厉害，感觉不如香克斯。银狐海贼团这个直接就大哥是张 R 卡了，咱就直接给他判个未来不可期了，好吧。不过在黄黑路飞多的环境，如果你想抓路飞的话，倒是可以试一试。其他的时候过。弹头岛08还有补强，不过具体表现还是有待观察吧，凉血瘸子实在有点难救。绿色超新星的补强还可以，甚至绿基德都拿到过上位的成绩，也是离不开这波补强。蓝色的九蛇只能继续期待未来补强了，但是王下七武海这波是真得劲啊！我们北京甚至出现了民歌冠军。黑色加强的 CP 轴呢，让介路奇在这个环境有了相当稳定的发挥，算是目前黑色控场型领袖里最出色的一位了。当初我评价05到06环境时，评价的是变化不大，这次06到07则是可以评为完全不同了。总的来说，07没有像06的莫利亚这种过于耀眼，一卡带活整个颜色的单卡，而是每个颜色都有部分通用的泛用补强，补强的相当平均，也使得07相对于06的那个只有极个别领袖拔尖的环境比起来，可以称得上是百花齐放了。印象深刻的是之前05、06环境打期限赛的时候，瑞士轮可能要碰到2到3回的赤犬，07环境之后，光瑞士轮就会碰上4个不同的领袖，已经是家常便饭。8强之后更是什么奇奇怪怪的都可能有，算是我玩 OP 以来最喜欢的环境了。这也是为什么这期发售了将近1个月我才来做点评的主要原因。我虽然很喜欢这个环境，但是这个环境的混乱程度真的可以说是远超我的想象。光有冠军统计的领袖就多达10多个，8强过的更是感觉双手双脚算上都可能数不过来。采访云确实呢，他说07是个很让人不安的环境，我也深有同感。百花齐放就意味着需要考虑的方向变多，需要练习的对局种类增加，学习成本增加。06时你只需要考虑几种情况就可以应对环境内80%的对局了，但是07几乎没有卡组能做到很全面的去应对所有的对局。这种不安来自对未知的恐惧，你很难想象下一个对手会是什么领袖，会采用什么战术，更多的都是见招拆招。即使有能面对绝大多数领袖的卡组，也基本就是都五五开，没有很明显的优势，而且也会伴随着庞大的思考量。因此如果你是一名竞技选手，应该会是最累但是最有趣的一个环境，并且因为07没有特别明星的单卡，所以基本上什么领袖都能玩一玩。07呢差不多也就这样了，希望大家玩得开心。接下来呢，为大家做下07的领袖推荐，依然是不做强度排行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领袖最重要。我会讲明每个领袖的特点，适合什么样的性格，造价也包含在内。闲话少叙，点赞投币，咱们开整。当然了，本次视频内的构筑参考主要来自于万代卡牌 APP， 因为不一定能得到卡组本人的许可哈，所以视频里我都不放构筑了，大家可以在万代卡牌中去查看。先从红色开始吧。第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07最大热门领袖红子罗，红色紫色连续几个版本的加强，大部分领袖其实都没有吃到，只有红子罗可以说是一直在受益了。EB 的乔巴、基德 TT、小冯
07紫色唯一的泛用卡山治也是红紫罗的收益最大。红紫罗之所以热门，除了一直在吃补强以外，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面对绝大部分领袖都没有绝对劣势的对局，可以说在这个百花齐放的环境，就是它最大的优势了。红紫罗现在的构筑也是分为了2种流派，有携带索隆十郎加罗宾以先手为主的构筑，也有带七费艾斯这种以后手为主的构筑。构筑上呢没有优劣，就看自己的使用习惯了。先手构筑就是打得会更快，进攻性更强；后手呢就是偏向运营，有大哥撑场面。不过不管哪个构筑，红紫罗都是一个 good stuff 卡组，它能打绝大部分卡组也是因为自己构筑内就比较百花齐放，可以有大量的对策卡。但是 GS 卡组永远会面对的问题就是会比别的卡组的卡手率要高那么一些，顺了无解，卡了无奈。同时因为构筑多变，也就导致了打法多变，练习成本要比其他任何卡组都要高很多。所以红紫罗适合对环境有一定理解，愿意计算，对自己大局观比较自信的玩家。你需要快速的根据自己现有的手牌做出适合本局的部署，因为整体偏中速，所以你也不能是个性格比较急躁的人，一定要静下心，做出冷静的思考。因为红紫罗在比赛中的热门表现，所以红紫罗的造价确实不低，主要价格集中在EB 的小冯上面，其他的 SR 呢也或多或少都有价，整体一套预计在1000左右，可以说是不管从价格或者是操作难度来讲，都不推荐新手尝试的一个领袖了。但是好在感觉08依旧应该能继续玩红紫罗，并且大部分卡都是泛用卡，感觉入手一套倒是怎么也不会亏。新玩家如果有别的 TCG 丰富的经验的话，也可以上手试试吧。红蓝微微曾经风靡了2周然后就查无此人了。作为抓环境的卡组，他抓的人表现一般，那他只会表现更一般。微微的优势对局有黄黑路飞、艾尼路、波尼，除此之外呢，甚至都不能说均势，而是基本都是劣势。他作为跟红紫罗一样的 good stuff 卡组，除了领袖本身的打法思路并不明确以外，瘸子也是一个十分致命的问题。红色、蓝色的几次补强，最重要的可能还是06的重力刀猛虎和洗手不灵了。作为一套抓环境的卡组，现在不是他能抓的环境，这点还是十分致命的。因此这个领袖感觉只适合微微纯爱党了，或者如果你的地区确实是个被微微抓的环境，那我还是比较推荐的。因为这套卡组的整体造价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宜，除了因为08白团而涨价的大麻以外，连个过10块的 SR 都没有了。一套感觉200左右就能拿下了，练习成本也不是很高，按费拍怪，没怪就开技能，血量呢基本就是能保就保，几个大哥站住了就推死了。如果愿意尝试的话，可以试一试。红黑萨博最近也是风头正盛啊！自从有了一次冠军成绩之后呢，我感觉我现在总能遇到萨博。红黑萨博除了面对红紫罗感觉会特别劣势以外，其他领袖感觉都还行吧。不过因为北京确实没有萨博绝活哥，所以感觉碰到的红黑萨博成绩都比较一般。这套整体思路是通过领袖技能搭配大量的阻挡者，能很大程度做到节省手牌资源的目的，同时面对黑色的 KO 也有不错的抗性。不过因为卡组上限确实不高，打资源消耗也没有比其他卡组有很大的优势，本身也没有赚资源的手段，又因为沾黑色，卡组造价一定也不低，4个莫利亚4个萨博就700块钱出去了。其他黑色组件不会很便宜，可以说你一套下来也得小1000块钱了。如此高的价格却很难匹配上他能获得的荣誉，如果你身边有萨博绝活哥可以教你的话，再尝试选择吧。红艾斯呢，我之前说感觉07可以玩了，我自己也是组了顶罕的艾斯啊。经过我的大量测试，面对红紫罗波涅的胜率呢还是不错的，但是面对黑色一直需萨博以及艾宁路公平不够的问题，是这套牌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了。好在迪罕造价不高，200一套就能拿下了，完全不建议现在这个环境玩。如果你想08玩红蓝马哥的话，可以组一套为08做准备，其他情况下就算了吧。白胡子也确实走回了他原白团单轴的思路，但是吧，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想玩08红蓝马哥的话，可以组一套为08做准备，其他情况下还是算了吧。如果想学白胡子的话，有位白胡子的大佬叫蜀山吴孟达，大家可以去看看他，我就不班门弄斧了。龙、贝蒂、红索隆、红绿罗这几个偏快攻的领袖我就放到一起讲了。龙的话可能还有点运营，其他那仨感觉真就没运营了，都是想以最快的速度强死你的对手，但是本身没有什么补强，环境内大部分卡组对快攻抗性又比较高，这几个领袖只能是暂避锋芒了。感觉08环境速度又会变快，保不齐这几个领袖又能有出头之日了。不过这哥几个一个赛一个的便宜倒是很不错哈。总的来说呢，红色除了红紫罗都偏向于绝活哥，原来就在玩并且有自己理解的玩家可以继续坚持，但是如果你本身没接触过这些领袖，还是建议避开红色。目前看红色还债还不知道要还到啥时候去呢。
绿色部分的话，07主要就是看波尼了。其实实际体验下来除了蓝色，感觉波尼没有特别劣势的对局，甚至还会有很多比较明显优势的对局，比如黄黑路飞和出发一般的安妮路。不过波尼的练习成本可以说是比红紫罗还要高。波尼领袖技能呢，简单粗暴的赚资源能力，真是给隔壁小孩都馋哭了。但是因为本身绿色缺少强烈的锁头单卡，这使得波尼即使利用白马可以做到每回有12个费用能用，也不一定能给对手足够的压力。因此面对不同的对局，如何给对方压力是波尼很重要的必修课。什么时候该控场，什么时候该给血量压力，什么节奏点该登什么角色，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问。同时波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必修课，如何不双败。波尼往往会进入比艾尼路还要长盘的对局，甚至如果你再没有投入9锁，120分钟起步都是常有的事儿。因此波尼适合那些能耐得住性子，甚好，不急不躁，沉着冷静，即使面对很长时间的对局，依旧能够保持头脑清醒的玩家。卡组造价上的话，价格主要集中在4张白马和若干张9锁上面。10费明哥、8费基德、7费霍迪、8费克拉松都是可以选择的单卡。根据你的选择，价格一般会在600到1000之间。如果你想精进自己的技术，又非常喜欢大雄这个人物的话，他的闺女波妮会是你在07征战的不二之选。绿色基德的话因为我没遇到，感觉主要还是得看绝活哥，跟刚才一样，看看你身边有没有绝活哥教你吧。霍迪这个领袖我倒是真的见得不少，我们北京就有个霍迪的绝活哥，绝活姐。霍迪作为一个偶尔能攻击一下的不能攻击领袖，能有效的克制波妮。失去了领袖技能的波妮可以说是完全不足为惧，但是在面对其他领袖时，可以说是没有明显的克制关系了，甚至还有很多被克制。虽然霍迪连续2个版本都吃到了补强，也有很多强力锁头卡，但是本家最厉害的霍迪琼斯反而不锁头，是绿色都能用，这就有点尴尬了。虽然还是有防掉血的这个优势，但是掉血这件事儿有时候不一定是件坏事。绝大多数时候霍迪还是个快攻卡组，他也确实有很多前期高质量生物，但是却又比标准的快攻卡组慢，牺牲的速度换取了一定的运营能力。所以我觉得霍迪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不够纯粹，运营拼不过，快攻抢不死。卡组的最高上限可能就是雪里的方舟了，适合喜欢玩变速卡组的小伙伴，或者波尼特别多的环境。卡组造价呢也不高，200左右吧。如果不投入9费做龙的话。绿色还有一个绿乌塔，因为还是就老的那一套，所以确实因为不太适应环境，基本就绝迹了。有没有真爱党来拯救一下这基德霍迪都有人救乌塔不是你们老婆吗？索山 TT 我之前不是很了解，也没怎么见过，但是正好 DR 战队的地精老师最近一直在研究索山，甚至使用索山打到了旗舰的8强。索山突出了一个快乐2字，甚至地精老师跟我说已经有好几个人被战国给打死了。领袖技能的存在呢，使得索山虽然对场面有要求，但是不是特别大的要求，甚至只要给索山留意一个角色，他就能对安妮路的生命造成威胁。地精老师采用的是以围绕白二世进行超展开的构筑思路。白二世是王下七武海，可以被慎平拽出来；是展可以被鹰眼拽出来；加爱德华可以被他妈妈拽出来。真可谓浑身上下特征属性卡名一点元素都不浪费啊！08甚至还会出新的白二世，这套体系又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我第一次看到时真是惊讶的不行啊！不过会有些被波妮和福克西克制。小烈女帝陆琪，其他领袖基本都是优势。卡组造价呢也非常的便宜，200左右就能拿下，主要归在狱组的鹰眼。这套还比较适合新手，没有什么大的操作难度。这套应该算是适合全类型的玩家了，因为这套牌的主要难点是在构筑的思路上面，只要了解了思路，就没有什么特别难的了，可以推荐大家去试一试。绿子明哥04领袖07也该不厉害了吧，对吧？黄绿大河真的是我一生的痛啊！大河虽然是有些不适应现在的环境了，在面对诸如莫利亚、陆琪、女帝、波妮、安妮路、蓝明哥、黄大妈等一众无血或无血起的领袖时，都表现出了强力的不适应。但是因为自己的领袖双公仔，还真就有可能对手一个卡手就给他抢死了，并且面对环境主要霸主红子罗和黄黑路飞都有不小的优势。面对佩勒纳时，在对方和之国过牌不顺利或者没有立好墙之前，抢到血或者手牌了，也会有不低的胜率。总体而言呢，虽然大河在这个版本表现出了水土不服，但是并不是不能竞技。他比其他领袖对于手牌质量要求低，就是他最大的优势。任何领袖面对大河时，都要承受他那暴风骤雨般的进攻压力。目前大河形态就比较多了，和之国肘、狗臂大河、拉满速攻的都有，其实都是在想办法应对大河越拖越劣势的主要问题。和之国呢是通过体系去进行续航，狗臂呢就是利用大基德拖资源，速攻轴则是直接不打后期。造价上呢都不贵，
当然，如果你投入石费艾斯的话，咱另说。总的来说呢，大和打法上没什么特点，难点都是在构筑思路上面。所以大和虽然是个莽夫，但是这个莽夫他得学兵法。蓝色这个版本依然不能说很强势，但也不能说很弱势。蓝色呢，主要就是女帝和蓝明哥。先说说女帝吧，我实际体验下来的感觉呢，确实感觉女帝有点版本陷阱的意思。女帝现在多数会采用王下奇游海为主轴，但是整套卡组厉害的核心卡却又都不是本家卡，洗手不临、重力刀、石费凯多全要靠抓。并且呢，现在大家也都知道，面对女帝时要多打大脚，快速消耗女帝的编盾值，或者干脆就让她挡不了，必须吃血，这样领袖技能就等于被封住了，或者即使领袖技能补了牌，到后面也会经常出现盾值不够的情况，赚的牌用不出去，那就约等于没赚，这是女帝现在最尴尬的问题。当然了，这些问题主要还是排序问题，大部分卡组呢也都会有这个问题。女帝应该算是现在赚资源最简单粗暴的卡组之一了，并且因为过牌量大，也很容易找到对应卡组的对策卡。除了惧怕黑色，对于当前环境的其他主流卡组都算有点小优，没有什么操作难度。每回合思考的核心问题呢，就是如何触发领袖技能，赚卡拉资源才是第一要务。妹头好看，整套卡组也很便宜，卡组造价呢应该还没有女帝的大头贵，200到300左右吧，新人入坑的不二之选了。蓝明哥呢，最近北京还拿到了旗舰冠军可喜可贺。不过说实话，虽然我之前很看好蓝明哥，但是实际体验下来呢，奇雾海轴整体还是过于弱小落后了。顺起来呢确实很厉害，每回合有稳定打手，7天头进攻压力也给得很足，那资源能力比女帝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但是一切的一切都建立在排序好的基础上，排序优秀，明哥绝对称得上是 T0，但是只要稍微拉快一点就会白给。蓝明哥底轴基本没有什么不同的，主要是在大哥的选择上，6-7飞的节奏有女帝或者7飞的明哥，大哥呢有喷火龙或者9+9，甚至还有监狱轴。即使这么多种形态，其实基本也就200一套，属实亲民了。操作呢也比较简单，一直能关星就行。纯爱明哥的话，再考虑入手吧。娜美玩娜美找陈珠，在我群里潜伏了这么久，也帮他宣传一下吧。紫色当前版本确实表现一般，不过好在08紫色终于迎来了春天了哈。不过08的事呢，咱们08再说。07的紫色呢，紫路飞我一直说能玩，但是确实只停留在了能玩的阶段。连续几波的紫色补强，紫路飞都并没有像红紫罗一样很好的吃到，所以紫路飞整体的打法思路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05的剑想斩07的关确实有些困难了。之前引以为傲的上线展开，在07着实是有些不够看了。同为 Good Stuff 军的红紫罗，稳定性又远超紫路飞，07应该是紫路飞最难生存的一个环境了。期待08的表现吧。不统计价格了，也不讲打法了，因为只推荐之前在玩的朋友继续坚持。福克西很遗憾，之前我们北京有位大佬一直在研究福克西，但是他最终给出了评价卡组福克西过于依赖本家体系的战场，成为他最致命的问题。而现在环境内的大部分卡组有基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去除能力，哪怕没有去除能力的绿色领袖是攻击时效果，也算是撞在波尼的枪口上了。所以各位别为难自己了，算了吧。雷九这个环境真是太难了，真是印证了我之前说的未来不可期了。不过08百兽大妈的雷九保不齐可以试一试，那咱们就也回头再说。偏紫色系领袖里面过得最舒服的可能就是红紫路飞了。先手的红紫路飞呢，只需要前期跳1次就可以在 T4 准时登场一个9飞角色，还是有一定压制力的。不过红紫路飞的主要问题还是没有新玩法，龙的加入呢也只是增加了大哥的选择，并没有关键的雪中送炭。如果能连拍胡子，应该是不会有人选择连拍龙的。红紫路飞主要优势还是6000头带来的前期防守能力。之前环境内的主流卡组基本都是按费拍怪的，大部分时候的费用都是可丁可卯的，很难赋予出这一东蹭这一下。T4 之后再连拍胡子，可以说是比白胡子卡组的压制力还要充足。不过卡组本身的敌人还是段大哥，环境里还有黄黑路飞这种比你头还大的东西，过得滋润也是相较于其他的紫色卡组招架上呢，因为需要投入小冯，所以还真不能说便宜。4个狱组奎因呢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10费尼卡呢也经历过一波小涨，狱组的7费基德呢也算是必要的开支，整体得在800左右吧。好在相较于同为红紫的罗，路飞的操作难度确实不高，玩法呢也比较简单，跳上费拍大哥就可以了。如果你只喜欢大哥连拍，又不想玩艾尼路当沙包，那就红紫路飞你值得尝试。黑色应该是环境最热门的颜色之一了，也是我07环境内见到最多的颜色了。我认为只要巴费莫利亚还无法被替代或者被限制，那黑色就依然会保留它强势的地位。不过也正因为黑色的强势，导致沾黑的领袖普遍都会比较贵，4张萨博4张莫利亚就得将近800块钱了，而你想玩黑色又不能不下，十分纠结了。不过好在比较保值哈，只能说投资不亏了。
先说下佩罗纳吧，佩罗纳感觉才是继承赤犬衣钵的那个，和之国的过牌加各种黑色的返场。不过因为是依赖角色去过牌，那稳定性一定是不如赤犬的领袖过牌的。卡组以结场控场为主，适合喜欢计算打资源交换的玩家。卡组造价呢在1000左右，具体打法思路啊可以看我的佩罗纳精讲，这里我就不耽误时间了。黄黑路飞呢是个节奏很特殊的领袖，当时我玩佩罗纳的时候，有朋友问我黄黑路飞和佩罗纳你更推荐哪一个？我说的是能适应黄黑路飞的节奏推荐黄黑路飞，不能适应的话推荐佩罗纳。黄黑路飞算是目前 OPCG 中节奏独一份的领袖了，所以10分不适合新手拿来上手，建议是对 OPCG 有自己的理解，对环境有足够认知的玩家去尝试。卡组整体也得1000块钱左右了，各方面全推新手。具体打法思路呢，我也出过视频，欢迎大家去点赞投币哈。然后是陆琪，真是巧了，也出视频讲过了。说累了咱们看视频去吧，还是着重说下莫利亚。这个环境的莫利亚呢，算是贯彻黑色围绕墓地展开的思路打法了，需要不断的去回收资源打卡叉。与060结场思路的莫利亚差别甚大。现在莫利亚应该算是类似红子罗的中速铺场，偶尔控场的卡组，但是莫利亚却有比红子罗更稳定的下限，因此相应的它没有红子罗那么高的上限。如果你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心态，但又想玩中速控制型卡组，就可以放弃红子罗来试一试莫利亚。因为整体风格呢比较像红子罗，所以也是推荐对环境有自己理解、喜欢运筹帷幄的玩家。但是因为对心态要求没有红子罗那么高，所以更适合喜欢稳定一些的玩家。一套下来呢也还是1000左右，黑色嘛没办法了。黄色这个环境我能讲的其实只有艾尼路了。黄大妈跟绿基德、蓝明哥一样，如果你认识绝活哥的话，可以去尝试。贝加庞克、2血瘸子、08补强再说吧，他但凡是个3血领袖，应该都不会像现在如此难以驾驭。卡2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上位成绩，但是大家已经明显开始放弃它了。EB 和07两个版本卡2没有吃到任何实质性的补强，虽然莫利亚也没有补强，甚至还有削弱，但是卡2却没有像莫利亚一样高的下限。即使我认为卡2是黄色里面血区利用率最高的领袖，他还可以通过领袖技能很好的安排血区顺序，但是这本身是与血区质量息息相关的，但质量不是你能决定的，即使安排出了顺序，质量不行那也白瞎。而纵使卡2有迄今为止最强的10费卡石妈，本身老旧的系统和过于依赖触发的思路，石妈也实在是背不动自己的好儿子了。适合相信自己卡组的玩家继续坚持。卡组造价方面呢，除了 SEC 卡2应该就没有什么贵卡了。不过07我认为 SEC 卡2应该还是要下那么1-2个的，就按下2来计算的话，一套大约在500左右。最重量级的当然要压轴登场了，07真沙包之神艾尼路。有不少人问过我，艾尼路有什么优势对局没有？我绞尽脑汁想了半个小时，红艾斯。艾尼路在失去排击之后，一下子真的是弱了不少。即使有最高下限的领袖技能，也依然很多时候都是需要去靠拼触发才能拿下比赛的胜利。不过好在艾尼路打法足够简单，基本不需要特别多的思考量，只要大哥足够就能赢下70%的对局。什么？你问我那30%咋输的？碰上黑色给你大哥都解了呗。艾尼路呢是个 good stuff 卡组，或者也算黄 box 吧。能不能赢就看抓的好不好，血区好不好，上手简单，思考量少，能帮助你很大程度的在大赛中节省体力，也很适合新手玩家刚开始加入这个游戏来熟悉规则，玩起来很轻松。那么就有人要问了，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全 OPCG 最贵的卡组，8张破百的 SEC 之前就得2000加，现在可能好点了，但是一套下来也得1500左右啊！果然呀，最好的放松大脑的办法，充钱。好了，本期07环境详解到此就正式结束了。伴随着领袖越来越多，取材成本也是越来越大。最后再找大家要个手里免费的赞，希望大家支持一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不断进取的动力，我也会更加努力，给大家带来更优秀的作品的。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咱们下个视频再见。